它是有一个粉本，然后发描画，然后把它体现到这个瓷上绘画再表现出来。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面啊，这个降龙罗汉啊，这个伸手去，跟这个海水波涛里边露出一个龙啊，跟它有一个互动哈。然后这个龙的形象啊，这种非常典型的清代就是乾隆早期的一种风格。然后，类似这种通景绘画的作品呢，都是属于乾隆彩瓷里边的最顶级的作品。我们曾经有一个北京清宽家族旧藏的一个通景画山水的一个万代尊啊，当时成交价达到了8000多万啊，9000多万，接近1个亿了啊！就是其实上这个绘画的水平上其实是差不多了。那这件确实是有些遗憾啊，它有一些品相问题，口沿上有一个掉粘，然后呢，整个底其实是没有了。那它早年流失到海外，作为可能是推测作为台灯去改了一下，把整个底都给去掉了。但是我们觉得哈，就是但是我们说到这个东西的定价哈，它现在估价是650万到850万，因为它的当时在海外的拍卖是2018年，应该是5月在伦敦苏比作为封面上拍，当时成交价就达到了65万英镑，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底价的一个状态啊。这就说到它的市场的认知上哈，就是我们对陶瓷的收藏确实是要求真金新啊，就是你尽量选择这种没有任何瑕疵的啊东西，品质又好的东西去收藏。但是呢，就是事实又摆在我们面前哈，对于这样我们看到眼前这件作品，它的绘画它的品质上来说，应该是清代就是乾隆时期最顶级的作品呢。那如何去衡量它的价值跟它的这种艺术性，它的地位上，我们就可能要做一些取舍吧。但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那这样一件顶级的彩瓷，那如果它是状态完整的情况下，可能要达到2500万到3000万这样一个水平。那现在这种状况下，它的整体的画面都非常的完整，只是口沿上有一些瑕疵，但是不是值得去说这样一个价钱？我觉得是可以去考虑的，可以大家做一个考虑哈。那现在旁边有一件作品，我觉得可以去讲一下。这个作品是一个青花的海水腾龙的一个梅瓶。那我们首先它的来源呢也是上海的这个张仲英先生的旧藏，来源比较好，是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其次呢，这个缎带上我们原来我们的缎带是定为雍正，因为它是一个5款的作品啊，沙底。那包括这2天来的展览哈，越来越多的藏家倾向于把它的年代定得再高一点，认为它可能还是认为是明初，就是永宣之后啊，正统的官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是拍卖里包括收藏领域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你对它的认知直接会体现在这个它最终端的这种成交上面啊。不同的认知可能对它的价值判断呢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这件作品呢，确实有好几个客人都就是我们在沟通中提出他可能看的要早一点，所以我们对它最终的市场的怎么去表现也非常有期待啊。看最终市场对它的认知是怎样的，因为它这个东西的本身从绘画上面上，可以看到它这个龙的形象，包括我们图录上也做了很多的对比，它跟宣德时期龙的形象来对比，它的绘画上确实是非常精彩啊，龙的这种威猛的气势啊，这种鬃毛上冲，然后肌肉这种
非常的有力量感的这种绘画是，确实如果到清代去，康熙、雍正去体现的话，是不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待商榷的吧，啊，所以我们这有客人提出这个是明初的作品，我觉得还是蛮有根据的啊。最终的价格体现，我们就是保留这个很强的期待啊。旁边呢，我们可以往那边去看一下，我们有另外一个专场忆古方啊，宫廷艺术与重要瓷器玉器工艺品啊。这边也有一些重要的陶瓷作品啊。这刚才这就是一件雍正时期的大体量的官窑啊，就是它的通高达到67公分啊。首先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6方的作品，我们多次说到，在这种烧制的技术上有比较大的难度啊。然后呢，通体的釉色呢也是这种仿官釉，这种有仿宋代官窑这种酥光的效果啊，其实它这个施釉是非常厚重的，所以能体现出这种宝光的这种感觉。然后器身有一些疏朗的开片非常耐看的一个作品。这应该是属于雍正官窑里边见到了最大体量的一个作品了啊。那旁边呢还有几件，我们可以去观赏一下啊。那这边是有几个这个清代的包括民国时期的一个王部风格的作品。那么我们知道王部呢被称为青花大王啊，他的这个绘画非常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啊，所谓钉头鼠尾啊，这对青花的运用上呢达到了非常高的这种成熟的这种水平啊，把所以这件就是非常典型啊，画这种麻雀的这种老树上面这种就是互相对望啊，这种树，特别是这个树的表现上，这种曲曲这种求结的感觉啊，非常有艺术性啊。那旁边呢是有一个也是民国的这种国礼瓷啊，因为他们的款制也是中华民国36年这个中正啊，就是当时1947年，就是民国政府作为国礼，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给各国使节赠送的啊国礼瓷。它其实这个造型啊，这个纹饰上面非常的华丽啊，特别是里边这个开光，它的绘画上可能推测应该都是出自当时的名家之手啊，非常有时代背景的一对作品啊。旁边呢还有一个，这是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这是一个青花的苍龙教子的大玉壶春瓶，真的体量很大，通高达到了45.5公分。那查了一下资料呢，除了北京故宫有一个好像是48公分之外，没见到再大的了，所以可以流通的领域应该算是一个玉壶春之王吧。它的这个绘画呢，就是在雍正到康熙之际哈，非常多见的这种题材，就所谓苍龙教子啊，也是其实对它的图像学上的含义上，我们经常有一些推断，就是说象征了雍正对乾隆当皇子的乾隆的一种教诲吧啊。然后它的技术上面的也非常成熟，就是首先的发色啊，这种非常的紫艳啊，这种明快的感觉啊。然后绘画上呢也非常的成熟，特别是足镜处这种海水、山石表现上，其实跟故宫那件藏品是非常接近。因为故宫那件它也是没有款的，那这件也是没有款的，但是时代特征就是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断代包括它的级别就是很明确。然后旁边呢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就是这个就下面这大碗。那大碗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光绪的作品，但是这个
光绪，但它的这个纹饰上很特别，它是内外缠枝花卉，它这个纹饰上面其实是仿洪武的作品啊，就是而且它的体量也是，就洪武有这种大碗，所以这就回到这个晚清官窑的一个所谓叫崇光中兴哈，就是到了道光之后，这个官窑这个首先是时政这个政治格局，然后国力是衰弱，也比较动荡啊，它的直接影响到它的官窑的烧造。但是崇光之际吧，有这么一段时期，它是这个烧造的水平啊有一定的回升，特别是像这种的，就是可以作为当时景德镇这种陶人哈，这是锐意改革呀，或者是想振兴这个陶业的一种努力的一种尝试吧啊，其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器物。特别是这2年，其实晚清官窑有一波行情，那像这种的其实是非常，那传统官窑、晚清官窑呢，有时候这种很普通的题材可能都要卖到很贵的价钱，那像这种的其实是蛮值得去收藏的啊，我们估价只有15到20万啊，其实还蛮合理的。那包括这一对也是一个光绪的有代表性的器物，它是一对造型是这种海棠口的啊大的铺手尊啊貔貅花，然后中心开光，是当时的这个叫江海关道袁树勋送给法国总领事巨大人，就是当时法国领事的一对礼物。就是也是一个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的一对器物啊。它下边其实有大清光绪年制官窑款啊，这也确实是官窑所出啊，非常有意思的一对作品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览就结束了，我们的展览一直会持续到23号啊，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到现场呢鉴赏啊，希望大家支持啊，谢谢。